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本频道。今天要解说的是《零日攻击》第9集。老实说，从第1集看到现在，观众对这部剧的感受应该已经很明确了。它并不是在拍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剧，而是不断把台湾社会推到一个极端而荒谬的舞台。导演仿佛故意用夸张失序的场景反复强调，真正的危机不一定来自外部敌人，而是源自内部早已腐烂的结构。本集片头特别打出了一个名字突围，可随着剧情展开，你会发现这所谓的突围既不是英雄的冲锋，更不像是胜利的希望，反而更接近一场溃败与自我瓦解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按照剧情时间线把这一集完整拆解出来。本集开头画面是在一辆写着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的大巴车上，一个男人接到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观众一听就能认出来，强哥。对话内容很快揭晓，这个男人刚从监狱出来1个礼拜，如今却又要被强哥安排进去监狱执行某个计划。我今天太忙了，我真的没办法送你过去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出来1个礼拜后进去。这个男人就是钟家森，老观众不会陌生，他在第1集就出现过，当时身份是庄佑如的县民，一个夹在政客和黑帮之间的小人物。剧情随即回溯到7天前，也就是钟家森刚出狱的那天。讽刺的是，来接他的并不是老婆，而是一个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小弟。而与此同时，他的老婆在干什么？导演给了观众一个重击：钟家森出狱当天，他老婆正在自家别墅里和强哥偷情。更加离谱的是，钟家森居然亲眼撞见，却什么话都没说，只是默默转身走开。观众看到这里，大概都要问：你是没脾气吗？还是说你已经被现实压得彻底麻木？当晚，朋友们聚在一起为钟家森接风，大家边喝酒边聊当前紧张的局势，话题自然离不开要不要离开台湾。而钟家森却在饭桌上特别提出要感谢强哥，说没有强哥就没有他们今天的样子。而且我在关的时候，他都帮我照顾老婆。这句话表面像在开玩笑，但背后却满是屈辱和无奈。观众听到大概都忍不住翻白眼，这不是绿帽文学，简直是活生生的荒诞剧场。聚会结束后，别墅里只剩下钟家森、钟家森老婆和强哥。钟家森老婆纠结了半天，终于开口：上礼拜我和强哥把公司关掉了，别墅也卖了。钟家森顿时急了。讽刺的是，前面撞见老婆和强哥背地里偷情，还能装作无事发生，这次一听到房子和公司没了，反而急得跳脚。强哥解释，公司和房子之所以卖掉，是为了执行一个大计划，只要钟家森再进一次监狱，把一批囚犯带出来，大家就能一夜暴富，然后一起离开台湾去澳洲。看到这里，观众们肯定会好奇，为什么钟家森对强哥如此言听计从，甚至是畏惧。剧中交代了钟家森之所以忍气吞声、乖乖听话的原因。早年他养大闸蟹，结果被台风一夜全灭，正走投无路时，是强哥出手帮忙。后来开公司、做生意，甚至竞选议员，强哥都支持过他。可以说，没有强哥，就没有钟家森的今天。后来出现意外，因为贿选被判入狱2年，如今出狱后家业全无，彻底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。此时面对强哥，虽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先将就，心里盘算着，等拿到钱就带着老婆远走澳洲，再甩掉强哥。画面再次切回到开头的大巴车，此时已经是钟家森出狱1周以后，也就是计划实施的日子。街头出现了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，一群人挥舞着5星红旗，放着中国国歌，高喊统一的口号。只有统一才有出路，战争只会带来伤亡跟仇恨，只有统一，你们的未来才有希望。另一边士兵则喊着保国为民护家园。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保国为民护家园。两波口号同时在街头上演，互相对照，荒谬又刺眼。大巴车开到明德监狱，钟家森借着移监的名义，在警察内应阿勋的协助下，轻松将一批死囚带上车离开。原本森严的死囚区居然这么轻易就被突破。答案很快揭晓，典狱长姜玉芳也参与其中，原因是他的女儿婷婷急需换肝手术，强哥通过关系在广东找到了肝源。为了救女儿，姜玉芳只好铤而走险。这里导演还刻意夹带了点私货，顺势黑了一把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。有了典狱长姜玉芳的帮助，越狱一路畅通无阻。钟家森对囚犯们喊话，只要完成任务，每个人就能拿到1000万。大巴车上囚犯十分开心，可观众心里都明白，强哥冒这么大风险把他们救出来，
又怎么可能真的放他们走？果不其然，越狱一完成，强哥立刻打电话给媒体。方总监，人已经出来了，可以上新闻了。这里强哥说的方总监，我猜大概率是第3集出现过的明日新闻总监，因为没过多久，新闻立刻播出，而主播正是夏雨山。与此同时，高雄乱成一锅粥，银行被抢，超市被袭，街头爆发枪战，民众陷入恐慌，警方完全压不住局面。就在这时，姜玉芳突然接到噩耗，女儿婷婷已经在今天早上去世，她顿时崩溃，发现自己被骗，要求下车，结果刚下车就被内应阿勋开枪射杀。大巴车最终驶向高雄荣兴派出所，但是明日新闻记者却早早守在现场，显然是强哥计划的一环，为的就是将后面这里发生的事情即时直播出去。阿勋潜入派出所，先把值班警察干掉。这段剧情槽点满满，明明直接开枪就能解决，他偏要先喊醒对方再开枪，看得观众都替导演尴尬。学弟，好久不见。囚犯们轻而易举占领了派出所，连枪械库都能随便打开，观众只能无语。警局安保就这水准。随后，记者将囚犯占领派出所的画面现场直播。看到消息的强哥立刻下令进行下一步，于是，一群打着5星旗的义勇军浩浩荡荡走来，高喊口号：“政府摆烂，人民起来！”政府摆烂，人民起来！政府摆烂，人民起来！钟嘉森以为他们是接应队伍，满心期待着任务即将完成，殊不知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收割者。大门一开，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，枪声震耳欲聋。电视台实时播出这场枪战画面里，因贿选入狱的钟嘉森居然和一群囚犯并肩出现。这一幕象征意味极强，政治、黑帮、囚犯、社会乱象全都混在一起，彻底失序。失序的还有这部剧的时间设定，前面已经介绍过。钟嘉森是1个礼拜前出狱的，此时枪战的时间是3月31日，而新闻主播却说上个月钟嘉森才假释出狱。据了解，钟嘉森因贿选案判入狱2年，上个月才假释。前面第6集我就吐槽过这部剧，时间设定混乱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钟嘉森的老婆为了救他，举枪威胁强哥，可他终究太天真，被强哥骗过，反被夺枪射杀。更离谱的是，中枪位置明明是打在肩膀，下一秒血迹却跑到背部中央。导演这剪辑真的是敷衍。本集的高潮就是这场枪战，但场面满是槽点，双方距离不到50米，玻璃却一点没碎。有人不找掩体，偏要直立着挨打。观众看得直摇头，这不是动作片，是低配即兴话剧。高雄彻底陷入混乱，警方增援迟迟不见踪影，政府完全失能。新闻主播冷冷甩下一句：是不是代表我们现在政府这个警政机关已经完全瘫痪，已经完全失去作用了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来代替政府维持正义，来帮助？这一句话直接点破强哥此次计划的目的。一旦政府倒了，那接盘的是谁？黑帮还是所谓的义勇军？影片结尾快速回顾了名嘴强哥的轨迹，最后钟嘉森没有死，他带着警察打算抓捕强哥，却发现自己带来的警察居然也是强哥的人。剧情到这里戛然而止。总结，整集看下来更像是一场大型黑色讽刺剧，导演拼凑出一个预言：台湾一旦陷入危机，不是团结抗敌，而是自我分裂、自我解体。所以说片头打出的那个名字突围看似热血，实则讽刺，因为这一集里没有任何突围，只有不断的陷落与深渊般的下坠。好了，这就是《零日攻击》第9集的完整剧情解说，你怎么看？导演是真的想拍政治隐喻，还是干脆在演一出黑色喜剧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。